好，那么民进党说要发动大罢免，柯建铭总召说要双罢，既罢掉你韩国瑜，不让你当院长，同时呢也要罢免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那喊完了以后呢，国民党也说在赖士葆委员说呢，我们罢免你们38个民进党委员，谁罢谁，以罢制罢那赖士葆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那国民党是不是要设一个这个罢免指挥总部？因为要罢免人多的话，那个有点混乱那傅昆萁就讽刺柯建铭说：“你是人老珠黄了人老珠黄很少去这样讲的了不会如民进党遏制搞大罢免，我们不会不会像那么大罢免那朱立伦说：“人不犯我不犯人，国民党是备战而不求战你真的要搞我？”你搞我几个，我就搞你几个，那柯建铭说，你们要罢免38个民进党委员，我等很久了，你中了我的计了，我不懂什么叫中了你的计中了我的计，你看我喊41个就喊38个，对不对？你就跟着我跑那另外呢，这个蔡瑜说你们国民党是头脑撞到，你如果38个立委要罢免，那我们就倒阁就好了嘛，倒阁以后重选不就一样了吗？我们罢你41个，你罢我们38个立法委员，几乎除了不分区的没有什么立委了，干脆重选算了。民进党一直觉得他上次没过半，他想要重选过半那吴思瑶就说呢，国民党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你看你们有人说要全面罢免，有人说不会发动，到底是怎样呢？那这个吴思瑶说，国民党要政治报复，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为什么要罢免我们呢？全部都要罢那问题是你柯建铭先喊要罢41个委员了，但是不讲自己呢，所以呢，2025年朝野大乱斗、大乱罢、大恶罢，我们看一下。现场宣告10分钟好开会，有宣告说要没有请你发言开会吗？没有请你发言请坐。真的是什么都能吵，比气势蓝绿势均力敌，但要比票数，民进党再度铩羽而归，因为民进党团提案要罢免韩国瑜被封杀。反对则请举手。蓝白侠人数优势联手封杀提案，只是柯建铭喊的双罢免，蓝营立委也扬言要向绿营全面开战，正面一战，要罢免他们38席的区域立委，这个是我们的结论。国民党真正头壳拱掉，他们干嘛大罢免？他们就提出倒阁就好了暗酸国民党不敢提倒阁，蓝营党团干部也缓颊，并没有做成要罢免民进党38席委员的一个决议，这应该是就是个别委员的个别看法，强调没有大罢免这回事。毕竟当初修选罢法，蓝营就是主张拒绝罢免潮，这下如果带头喊罢免，或许也说不过去。而且若法案送出立院生效，连署行动都是徒劳。民青院长，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当柯建铭说要大罢免的时候，民进党当中不论是吴思瑶小姐，或者是这个玉宇先生都他判其实一讲成大白话就是你们要罢别人，干嘛罢到我这边来？就每一个想法了。但问题是我自己看起来这就是小打小闹，因为他都不会成。第一个罢免韩国瑜，他不可能会成功，因为韩国瑜他是委员在互选的，你要怎么罢？在目前人数优势不足情况之下，这是徒劳无功。所以我说这是小打小闹。那第二个就是你要全方位罢免，现在怎么可能嘛？你找不到任何理由。比方我隔壁这一位，你要怎么罢免他？他身材维持得很好，问政非常努力，民调很高，你要罢免他什么？谢谢。我觉得你很难罢，欲罢不能了所以你罢免没有个底气，我的意思没有底气，没有正当性，没有适当性。你要罢什么？老百姓刚刚我们家罢新闻工，不可能啦。其实百工白在台湾除了这2-3年下来，除了台积电相关的厂商去买台积电会赚到钱以外，多数的厂商、多数老百姓日子并不好过，这是事实啊。百工白并没有完全付出，就立法院不论是在野的或者执政，要做的是做这件事情，让老百姓过好日子，要过年的，做点正经事好不好？我那这种小打小闹，不要说人脑珠黄，人脑珠黄这个成语也是用错了柯建铭从来没有人脑珠黄的问题他是越老越勇。但是如果做个立法委员，他除了监督核保以外，能够看紧人民的核保，然后立出比较好的法，然后能够让老百姓树立一些威望，让我们这些教书的拿出一个典范，说你看这些立法委员们，他能够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不要每次呢
就是你看这样不读书，这样当立委，这不是我们要讲的，我们讲不出口。我们希望他就是一个典范，能够成为大家学习的对象。所以这种罢免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一个打假球，双方都要打假球，打小闹。回归正轨，立点好的法，让这些比较最贫穷的、最微弱的声音的老百姓能够好过年，这是你们应该做的。玉芳兄，这个罢免啊，我们很喜欢讲美国，我们就讲美国好了。美国前阵子有一个众议员，就上一届啊，现在新的国会出现了，叫 George Santos， 他是被赶出众议院，不再成为众议员。他不是被罢免的，而且是从南北战争以来第一个，因为联邦对他有13项罪名的指控，所以呢，众议院的他们叫伦理委员会，他们觉得受不了，所以就把他赶出去。贪污啊什么这两项？对的，13项。所以你去看，在美国，州长有被罢免了。2003年，加州的州长 Davis 被阿诺，对他被罢免，罢免以后，阿诺施瓦辛格就取代了他。可是你看参议员、众议员被罢免了，你在几十年来未知闻也。也就是说，这种罢免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美国众议员一任2年，参议员一任6年，那就是他们的任期。那你如果不喜欢他的话，那你任期到了就下了，你不要选他，这就对他最好的民实相符的罢免一样嘛。所以你这个罢免浪费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而且最重要，它变成一种政治斗争。你现在民进党要先罢免国民党，国民党说要罢免，这个就变成政党之争了嘛，这叫党争嘛。这个对国家当然不是个好事，这个国会就整个瘫痪掉了嘛。尤其朝野的之间的差距没有非常大，那个席次，哦，那这样子意气用事，在民主政治不是这样子玩的，尤其是民进党，你不能说因为你在国会里面你不想过了法案过了，然后呢，所以你现在觉得很愤怒，所以你要对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要进行报复。那如果这样，我们也可以讲很好话，就是说你民进党自己有责任啊。我们讲财政划分法，你行政院没有版本，你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没有版本，然后投票说，柯建铭你是前线指挥官，你脱离战场，你逃离战场，你们4个人没有投票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自己根本就拱手让与人家嘛，所以你们自己要去检讨自己，而不是一味的检讨别人。来，教育。今天林右昌秘书长有接受这个媒体的访问哦，他也不认同这个大罢免的行动，而且现在所民间发起的罢免都跟民进党没有关系哦，这是我们林右昌秘书长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所以目前柯建铭、柯总召的一个说法或做法，调出这个赖士葆说啊，那我也要罢免民进党38席立委。柯总召马上说，国民党中计了，这就是他要的嘛，就是要解散国会，然后要这个大罢免哦，这个掀起让大家觉得说，这样子的大乱斗并不是大家所乐见，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陷阱，没想到国民党就掉进了这个陷阱，并没有真的要大罢免，而且一旦发动这个全台73个立委都罢免，那要花这个国库将近11亿，我想这也不是大家所想要看到的。所以目前国民党赖士葆委员讲的说法，国民党也否认啊，说党中央并没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假议题，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我实在听不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算计哦，说这个又是掉入的陷阱，又是什么？这个逻辑哦，真的觉得辛苦嘉瑜了，要把这一趴圆得这么好啊。那我要来讲了，其实哈，我觉得我们的人民啊，其实对于恶霸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其实是不能接受的哦。其实我们从那个谢国良基隆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谢国良这个案子其实就是摆明的是这个恶霸，但它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绝大部分的民众其实还是反弹这件事情的。那柯建铭总召虽然现在我们刚刚那个形容词不好哦，要换一个，那但是我们也有讲过，就是柯建铭总召毕竟呢哈，现在在民进党内他还是有一定的分量跟一定的影响力的哦，那他都可以说出这样子是全面大罢免。那刚刚哦又在讲说，这个不是啊，这是柯建铭总召一个人的意志啊。其实过去他的意志就代表整个民进党团的意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不要忘了，而且是民进党团民意提案的哦。是，所以他就其实就是民进党团嘛哦。那第二个呢，就是真的没有政府的角色在里面。
面嘛。那陈时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陈时中扮演是就是聊聊天、随便说说吗？他是一个政委的身份，但他也是跳出来了，要支持这个大罢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其实赖清德总统他其实身兼民党的党主席是有必要说清楚的如果柯建铭今天用的是这个民党团的总召的身份说这样的话，然后政府的这个部分又有陈时中拿出这样子的呼应这样的 echo， 那我觉得不管是总统的角色，或者是今天是这个民党党主席角色，是要把它说清楚的那第二个呢，罢免其实是百姓的一个权利没有错，但今天你要拿出一个正当的罢免的理由出来那现在呢，我看到在地方上如果有一些所谓的罢免的理由我看到好像比较多的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哎呀，因为这些国民党的委员都是中共派在这个立法院里面执行中共的意志了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说法。我认为其实大部分的老百姓会觉得其实很荒谬，而且很无力感那刚刚其实那个嘉瑜自己也有说过了，如果说大家都要来这样大罢免11亿这样预算，那这个预算从哪里来呢？这个预算我们要知道中选会在今年度我们知道其实没有选举的时候，它不会有多这样子一个预算的编列在里面。那中选会只编了大概4亿多的预算，而且一半以上是人事费。关于选举的费用其实只有3000万，也就是说你真的要大罢免下去的话，哇，要动到是第二预备金，所以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啦我希望啦其实我觉得大家要理性看待，因为毕竟每一个立委都是经过在选举的时候是多数选举的洗礼，那多数决，那选了他，应该让他好好去做完。那刚刚像这个玉芳哥讲的，其实为什么4年要选一次？就是如果你今天做的不好，表现的不好，其实下次就没有办法连任。但罢免其实就是一种其实撕裂这个我们台湾社会，然后造成这个对立然后仇恨的一个动员，我觉得非常的不好。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呢，这个柯文哲的学生叫做许富顺医师，他说柯文哲都带钱回家，给陈佩琪了，被陈佩琪告，那他就说师母提告，我无奈承受。事实上，他要告，他就告了嘛，你承不承受，那人家就告了那许富顺说，我讲的叫政治良知，很遗憾，他们回应叫金钱。那你不是讲他带钱回家吗？那就告你这一点你不是说他没有政治良知？如果你说他没有政治良知，大家都可以评论了。有人说他很有政治良知，有人说他没有政治良知，没有什么好告的嘛，那是评论。但你说他带钱回家，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没有交，没有去交给党，那这就是讲他侵占了，个人侵占，那这个就已经不是政治良知的问题了，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还是装不懂那另外呢，他以前的这个好像是募款的这个干部郑淑馨说，我在陈佩琪面前把钱给他点钱结果呢，柯文哲就他不要管钱，所以他们闹离婚，差点闹离婚了，我帮忙安抚那这个就不知道他们几个人在一起到底怎样因为呢，柯文哲说拒绝他老婆管钱你不会管，我自己来管那到底真的假的不知道那说呢，他们已经拿出那个牙医师这个史医师的收据，监察院是有这个收据，说这样还被追杀。陈之涵就说陈佩琪其实很痛苦，他也没有犯什么罪啊，你们干嘛这样搞他那另外呢，第一次选举市长账目就很混乱，说柯文哲没有否认账目是我看是很乱七八糟了那另外呢，这个检调发现陈志明去年4月把进化城的资料交给陈之涵反正就在爆料了陈之涵说当时还没有侦办呢我只是拿公开记录什么给我金华城的资料呢等等。不有一点这个可能要提醒柯文哲阵营的就是说他们常常说柯文哲这个成为被告以后那这个叫做串证，之前不算，不是。你之前如果说叫你销毁什么资料，你也算了，检调一定会的你也算了，不是我被告以后才算的。你之前你就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问题，很多时候没有被告那个销毁那个 LINE 的资料，检察官说你看他灭迹灭证等等也是有的，不是说你被告以后你才叫做串证，你之前两个讲好我们干什么事坏事，到时候万一人家告我们要怎么讲，那个就串证，我们不串证什么呢只是说可能没有证据了
那所以他们一直说他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侦办，所以我们就不算哈。我有点怀疑这样的讲法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检方论坛也有人留言批判说，检察官不应成为政治打手。我想是检察官自己去留的吧，应该是哈。那检察官自己都有人看不惯了嘛哈。那另外呢，民主党主席春节会补选，周一就是说2月下旬希望能够补选。那黄国昌现在只是代理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但他这个补选跟万人入党没有关系了。他们说没关系，因为他们要入党4个月以后才有选举权的，所以现在入党的其实并没有选主席的权利了哈。来，发言人怎么看？我想先澄清一下，刚刚就是一开始这个许富顺和这个陈佩琪医师的一个争议。首先，这位许富顺医师他其实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实质证据，像是影片或照片来去佐证他有看到所谓陈佩琪或是柯文哲把钱带回家的这一幕。他所说的呢，都完全是一些政治上的语言，或者是一些这是政治良知等等的我们所谓的空话。那他唯一一件事讲到的关键就是有另一位医师史书华有曾经捐过10万元给柯文哲，那这位史医师说自己没有拿到收据，然后不断的用这件事情去抨击柯震营，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党团主任陈志涵已经列出了，其实在当年柯文哲选市长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当时的报告书上面就非常明确的写出这位医师捐了多少钱。当时都有开立相关的收据，那当时的会计也都有把收据寄给他，也有跟他核对过，所以相关的这个事证是非常的明确，也请大家不要再以讹传讹，那请这些医师也不要再造谣。那当然，佩琪医师他针对这个所谓的政治性的部分回应的当然是跟金钱有关嘛，怎么可能是去回应其他的东西？那他去提告，我们也都尊重。那后续呢，像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当时金华城案刚刚就是有一些媒体正在开始讨论，所以当时我们的媒体相关的主任，像是陈志涵啊，或是其他的发言人，也都有去跟台北市政府这边稍微问一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其实都是公开资料，全部都在当时就是所有会议记录都有上网，这些大家也其实都查得到。那我们目前的规划，因为当时柯主席他前几天出来的时候，他有说希望在2月1号的时候可以把党主席的补选给结束，但是大家也知道2月1号那时候其实也是年假的期间啦，也不方便去做这个补选，所以目前党的规划是希望在2月下旬的时候可以把整个党主席的补选给完成。那我觉得这个状况，因为刚好今天是1月8号嘛，从1月1号开始，因为整个检调的大动作，还有完全这个政治迫害的状况，让非常多的本来是隐性的支持者，全部都转为他们想要成为党员，所以。根据我们的统计，从1月1号到1月7号这段期间，其实有将近12000位新的党员入党了，总共有11500位左右的新的民众党党员。那但是因为根据我们党章，必须要4个月才可以做任何的投票动作，所以其实有些人说这些人是不是人头党员啊？是来哪一个人买过来要去投谁当党主席啊？这些其实都是谣传，是不可能的。来进。柯文哲现在被羁押而且看起来短时间呢是不会放出来的几率很小。我觉得柯文哲应该趁这段时间呢，他应该要好好的反省检讨他自己，走入政坛这么多年下来，为什么累积了这么多的恩怨哈？然后这些人呢，在他出事的时候呢，纷纷的跳出来简直就是像打落水狗似的，把他狠狠的再踩一脚他的领导统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他有一天呢，竟然能够奇迹似的从官司里面无罪，然后脱身的话呢，他应该要汲取过去的沉痛的教训，要彻底的改变。先是民进党内的2个女人之间的风暴，我觉得那个吵得已经太难看了在这吵成这样的情形之下，依然还有多少1万多的新的党员的进来，这真的是真爱柯文哲呢，在党内的这种的内斗的争端刚起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去好好的认真的处理过、看待过这个问题。你看，像那个时候总统大选选完之后，你们那个叫做尾牙吧，还是什么一个犒劳的这个宴会上面，竟然会感恩餐会，竟然会没有请这个蔡壁如。然后之前的时候已经传出内部有不同的系统，黄珊珊的系统，那陈志涵是黄珊珊的系统，他们跟这个蔡壁如
蔡壁如是被斗走的哈，柯文哲都没有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是他的领导的哲学呢，就是希望看大家在底下呢不停的斗，然后来跟他争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就难怪今天会冒出这么多的其实无关本案的到底柯文哲有罪无罪的事端呢。唯一真正有关系的就是在于陈志涵他的举动啊，是不是有串证甚至于灭证的事实，那个对于柯文哲接下来的他有没有机会被放出来，那个是至关重大了哈。那至于像他的学生许医师他们这些的指控，只是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柯文哲他在从政的历程之中，他在钱的处理方面的确是留了太多的让人议论的空间的。如果说柯文哲就如同他自己一再强调的，一被发现到哪个钱的时候呢，他都说是陈佩琪医师在管钱的，他都不管钱。那又何来他的学生来去指控说，才曾经发生两个人为了钱到底该谁管哈，然后互相这样子对骂呢？所以我觉得柯文哲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他何以至此？就是说他今天呢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通缉犯还能够发文来呛虾啊？那林炳文啊，就是他们这几个人啊，都牵涉的金钱都很大，但是交保金额都很低，然后都跑了啊，好几个啊。那林炳文是其中一个啊。那徐小姐就问有没有比照柯文哲给他戴电子脚镣啊？有没有给他加重保金？只给他300万，保金，他就跑了300多，他根本就是算什么呢？那林炳文还在脸书上说：“我不会逃避，我只把事情处理完就回去。”徐小你就是好意思这样讲，被通缉，然后潜逃出境，还说我不逃避，你不就逃避吗？不逃走吗？怎么不逃避呢？然后呢，徐小你说你先回来接受审判，林炳文就回他，说呢什么时候轮到你帮我做主？我要不要回去？何时回去？我决定。你算什么东西啊？你帮我做主，你帮我做什么主啊？就这个意思啊。那另外呢，他也讲，他说你们再扯，叫你们鱼死网破。哇，这话很有意思啊。鱼死网破什么意思？就表示说你们很多人都来过，我只是没讲而已。你们只讲那个梁文杰，梁文杰只是大家认识打个招呼而已啊，其他人都没来吗？意思就是说呢，要给你搞得鱼死网破啊。那另外呢，民众党1月11要这个号召上街头电勾机，朱立伦有声援他们朱立伦声援主要我看他是说从司法的程序跟正义就是说大家搞清楚，就是柯文哲有没有罪，大家真的不知道。我认为民众党这些朋友也不知道，柯文哲拿了钱没有，只能相信他嘛。那大家说为什么不叫橘子回来呢？我也讲过，柯文哲不叫，其他没有人敢叫了，因为柯文哲跟橘子什么关系？只有柯文哲自己最清楚嘛。只有柯文哲自己喊橘子你回来吧，其他没有人敢讲的啦，连他老婆都不敢讲了，那是一回事情。柯文哲有没有罪，那要看证据嘛。但你司法正义还是有嘛。你这个司法正义让他看，觉得你们怎么这样司法这样搞呢？对不对？那个周刊一直爆料，结果检察官起诉书跟那个周刊讲的都一样。那我们一看到，其实我们傻点了，所以以为什么新东西没有啊？都讲过了，一再炒冷饭呢。那这是一个，所以呢，侦查不公开变成一个笑话嘛？哪有不公开呢？侦查大大的公开。另外就是你检察官跟法官是对立的，检警是分立的。我们讲对，至少是分立的嘛。法官只是在那边听讼嘛，你们2照证据拿出来检辩然后呢，到时候我来看谁讲的有道理，有没有证据等等。你法院怎么跟检察官站在一起呢？还问就法官问检察官说，你到底我要压到什么时候你才满意呢？检察官说压到你们正文结问完毕我知道了，就这样的法院吗？可以这样子做吗？而且法院本来一审都有他
独立审判的这个职权嘛，怎么可能到最后地方法院说我其实不想压他了，只是你高等法院一直发回，我最尊重省级，不是那个省本省外省省级啊，一审二审，我为了尊重省级，所以我把它压起来。怎么中华民国法律什么都搞到这个地步呢？所以真的是这个东西，因为绿的也不必去那边反对，你将来有一天你也可能被这样干掉啊。就有一天办绿的也可以先放消息啊，然后都有可能啊。所以这个事情不是说蓝绿白，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关心这个事情。司法的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好吧？这个朱立伦是声援，我想他是声援他的司法程序，但朱立伦不会到场了啊。那党公职有的会到场质疑了啊。黄国昌说很多国民党委员啊，包括张立善呢都会到场来声援啊。那另外呢，王定宇说你们声援什么？柯文哲、高虹安不是国民党告发的吗？当时的国民党告发，因为高虹安的时候因为选举有在竞争嘛，有竞争了啊。那游淑慧去讲这个柯文哲，是因为当时那个什么电信的什么那个什么电线那叫什么？嘉宇市议会那个电信什么那个台之光案。台中案是柯文哲他们先去咬郝龙斌嘛？对。你干嘛去咬郝龙斌呢？郝龙斌没有问题嘛？你去咬郝龙斌以后呢，游淑慧因为做过郝龙斌以前的办公室主任呢，游淑慧才火大嘛，所以你还咬人家5大弊案一弊也没成，然后你还咬他台志光，所以我才告诉你这事情才多嘛，所以是这样引起来的。所以柯文哲有时候真的要自己检讨，对不对？人家对你是很厚道的，你到底是怎么对人家的？我们看一下。捍卫司法正义，一起上街抗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发文支持民众党1月11定估值游行，动机却遭受绿营质疑。开心的时候，司法就活了，法官好棒棒；不开心的时候，司法就死了。上街抗议民进党，这说白了就一句话：护航贪腐。定勾机为什么是绕人，号召群众一起？这样就不是定勾机了。除了国会以外的地方，难得见到蓝白合体，但是否有党主席亲自领军？如今蓝营澄清，朱立伦就是单纯声援而已。我们捍卫台湾司法正义的立场从未改变，我们更尊重党内的自由参与意愿，拒绝任何政治力量介入，更要拒绝绿色威权。在党中央开绿灯之后，云林县长张立善也发文写下不能表决输了就翻桌，11号游行自己将会亲自走上街头。另外，张家俊等国民党立委们也将组团出席。蓝白之前互相指控贪污腐败，现在要手牵手控诉司法打压。柯文哲的金华城案是由国民党的议员游淑慧主导调查委员会。因为除了柯文哲的金华城案，像是新竹市长高虹安的助理费案，也是被国民党及议员检举，尽量淡化角色，难道也是有所顾忌？即便偶尔貌合神离，还是基于在野默契，号召支持者共同响应。那嘉宇。我觉得这个1月11号，民众党要救阿北唯一的方式，就是赶快呼吁橘子回台湾，来帮阿北证明说，阿北是无辜的嘛，金流跑到哪里？因为毕竟在检调起诉的这些资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初政治现金的 Excel 里面，包括谢国良的200万，包括很多人这个踩飞轮的300万等等，这些钱到底后来跑去哪里了？是橘子拿着一卡皮箱就把这些钱都带走了吗？或者是藏到哪里？这个就是整个问题的根源嘛。那许富顺医师其实也是语重心长的认为说，当初他在帮助柯文哲，在2014年是善尽家财，然后为了一个理想，从太阳花学运等等，甚至还为他建制了一个2014线上现金的电子系统的金流，就是希望一切是公开透明。可是没想到时过境迁，现在柯文哲竟然因为政治现金的问题身陷囹圄，所以他不胜唏嘘跟感慨，写给陈佩琪的一封信说，为什么当初这些有理想在你身边的人一一离开，而剩下是把你的政治现金账目乱搞的一些妖魔鬼怪等等。他的意思跟态度是这样，可是呢，民众党只在乎说，那个史书华的10万块有没有入账，但是却没有看到其他 Excel 里面没有入账的钱到底跑到哪里？这就是民众党今天没有办法说服大家站不住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柯文哲的所作所为就如同之前大家所讲的，不管是从一开始的政治现金跟尼奥石勒、戴立领之间的这个950万，或者是台志光变后来衍生成金华城，这一切的源头都来自于说当初的柯文哲为什么跟后来他所改变的这个
所谓改变成真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才是必须要去深刻检讨。这样子我也讲一下这个许富顺哈，我觉得他的讲法怪怪的，因为他说他亲眼看到不明来源的钱被柯带回家。那第一个，他怎么知道就是那是不明来源？就是人家有一笔钱在那里，那他怎么知道那是不明来源？除非他当下他就已经知道。第二个呢，我必须要讲，其实像我们从政很久了，不管是选举的时候或是平常，其实我们都会有幕僚。幕僚是做什么？幕僚就是当然帮我们做一些不管在政治上的这个方向的分析啦，或者是在风险上的这个规避啦，或者是要提醒我们呐什么事情其实这样是不对，什么事情是对的哦。那如果在当时，其实他也是一个幕僚的角色哦。那现在说我谈的是政治良知，不是谈钱。但那个时候难道没有一些政治良知告诉他说，你如果看到错的事情，你应该要去发挥幕僚的角色嘛？哦，所以我觉得还蛮奇怪，就是他看到一个钱，然后他就知道那是不明来源，然后他现在又质疑说带回去是有问题，然后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我个人觉得怪怪的啦哈。好，那我们回头来讲，我觉得真是跌破大家眼镜哦。我们台湾现在有通缉犯啊哈，这个气跑潜逃之后还可以发脸书，发了脸书以后呢还可以呛虾，我真是觉得这跌破大家眼镜哦。我简单念一下哦，他说我的逃亡并不是因为司法的问题，而是因为我有个人的因素，我有太多的事情我需要时间来处理，我不会面对司法，但是怎样，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很夸张哦。第二就是说，怎么会一个通缉犯可以强势到这样？然后呢，他又说他不怕司法，但他需要时间去处理一些事情。我就很好奇了，他要处理的是什么事情？有没有跟这个整个案情调查有关系？会不会有什么串证啊、灭证之余啦？哦，那再来呢？刚刚赵哥有提到，他说这个就不排除要跟大家鱼死网破哦。虽然好像他在脸书上写到说什么蓝粉啦、白粉啦哦，就有人在攻击他鱼死网破。可是我也在想哦，其实这个人为什么那么轻易的弃保，然后就可以潜逃了？有没有人默许他这种潜逃？他的鱼死网破是不是会捞出更多的人出来？所以有人就默许他这样做哦。所以我想，我们其实看到，就是在柯文哲在这过程当中有错，或者是这个有罪，那司法自然会去制裁他。可是我们看到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不公平，包括现在这个林炳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是重重打了我们司法的脸。刘院长，林炳文最经典的，除了刚刚讲这个以外，今天看他脸书最后一句话，他说：“猪啊，不是笨，只是单纯。”啊，这就应该反过来看，猪不是单纯，它只是笨而已，应该这样比较符合现象。我记起那个司马迁在写《史记》都写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众口可以铄金，柯文哲就这样上来的。积毁销骨就是这几个月打下来，不论相不相信，你都觉得他的操守问题。那个毁谤啊，累积啊，他连骨头都被跟王水一样，黄金啊都会被消蚀掉。所以我站在一个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去居住和未来不重要。你认为很重要，我认为不重要，因为你不相信他嘛。他回来，他怎么解释 Excel？ 那究竟目前为止，法院有没有证实，或者是检察体系有没有证实，他就是金流所向？如果有的话，我在我看着，柯文哲早就一刀毙命了。金流的去向掌握了，有对价关系，这两个缺一不可，那个贪污罪马上成立。现在就是没有，所以一直把他羁押当中嘛。那但是他确实，以前他认为说他跟陈水扁能够司法阿扁这样一个当总统。但柯文哲真的不是阿扁，阿扁贪污被判刑以后，这么多人帮他护卫，没有一个人出来捅他。可是你看柯文哲现在好像是树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就整个民众党原来是有机会成为第三势力，更加强壮茁壮，在蓝绿之间能够推倒蓝绿的高墙，现在变成有点像太平天国，四大天王乱斗。哦，那个蔡壁如很像石达开，就带兵自己跑去台中了，哦，就很悲愤离开。当然要收拾残局，你现在要找到一个大人，跟国际政治现在很像，就他党内要有大人。你整个过渡阶段开始用集体领导的方式，或者是赶快选出来，他要赶快稳住阵脚。柯文哲再好好打他的官司，你党内要重新振作，这样才可能保持了元气。你现在乱斗来乱斗去，党内乱斗没有处理，外面又加上雪上加霜。这个党要能够复兴，要靠几根小草是不够的。他后来必须要靠更大的力量、更大的企业愿意支持，他才会更加成长茁壮。所以，最后他的问题啊，还是要解决内部问题，先解决。林炳文呢，我质疑两点啊，一个就是说，过去也有很多人在质疑林炳文啊，他为什么在梁文杰被徐巧芯嗲出来之后才出来讲话？他帮梁文杰讲话，
害了梁文杰啊！你们俩的关系到底是有多深厚啊？深厚到说他不顾自己通缉犯的身份，要在脸书上面呢，帮梁文杰讲话，而且还不惜呢把其他的人都要咬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检调不觉得非常非常的丢脸吗？一个通缉犯呢，可以在脸书上面呢大放厥词，我真的怀疑他的这个鱼死网破是在警告谁？到底背后有多少人拿到好处？有多少的不只是我们现在台面上知道的政治人物，是不是有检警调的高层都牵涉到里面？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边说选罢法呢，国民党呢虽然这个已经把联署改成要身份证哈。不过呢，可能还要想加这个通过罢免，必须要当选票数加1票，哦，就是你不能够用比我少的票来罢免我嘛。对，我假如是10万票当选人，你7万票就把我罢免了嘛，所以你起码要10万票加1票啊，理论上就是通的啦，哦，否则的话怎么可能说，我们现在选举经常是最后当选可能10万票，落选可能是9万票，然后呢罢免可能只要7万票，那这9万个来。他随便动员也有7万多人把你罢免掉啊，哦，那所以呢，国民党还是想通过这个法了，但是又怕青鸟来这个抗议，所以呢说立法院的围墙跟铁丝网呢增加了60公分高，哦，就加高了，哦，所以你要爬，那时候不是爬过这个围墙吗？哦，很难爬哦。那另外呢，就问立法院总务处了，民进党就说你这是戒严吗？总务处说我是维护树木生长，哦，因为那个树木啊生长啊，有些本来就有一些要保护树的这个围篱啊等等啊，现在很多人说那个太乱了，所以是维护了树木生长。那民进党委员说是韩国瑜授意的，而且要求的很急，这林俊宪讲的哈。那因为呢，这个他们说维护树木，所以吴思瑶说呢是骗3岁小孩啊，都怕民意反扑哈。这民意是这样的，什么叫民意？你来1万、2万、3万人叫民意，立法院每个立委当选都有8万、10万票，那什么叫民意呢？只是你动员来的这些人而已嘛。但是后面可能沉默的选民人数也很多嘛，哦，所以你这个民主就是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嘛，哦，那你要天天砍人头，那还叫什么民主呢？哦，那民进党委员说我要提案把它拆除掉，不可以有这么高的围墙哦。那另外呢，这个他们说台湾很多地方用大陆的这个地名，所以呢，我们不要走那条路，要绕过。哦，那网络就是那青岛东，你不是常到立法院去吗？闹吗？那青岛东路那是不是大陆？青岛是什么地名呢？哦，事实上我有时候看到大陆有些省份呢，每个省也都用这些地名，跟台湾也差不多。对，他反正就是把每个地方的这个名字拿来用一用，这样哦。那所以呢，他们就说呢，你先不要讲绕路，你不要讲中文了嘛，那就好了吗？哦，那另外他们说台中的北投不能去，为什么？因为北投的路呢，要有什么天津路啦、青岛路啦、北平路啦、汉口路啦、太原路啦，那北屯这些路啊，那你台中不要去北屯了吗？我们看一下。公办一早拿材料施工，立院外墙整排望过去正加高铁网，绿委就质疑院长韩国瑜到底在防什么？而且是限时要完成，礼拜4以前就要加高围墙。为什么要礼拜4？难道说还有礼拜5又要干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吗？围墙再高也挡不住民意的愤怒了。据了解，先前立法院的外墙就已经架高过了1次，但是历经了岁月的摧残而损坏，所以这一次总务处才会架上新的铁网，而且这一次的高度比上一次的还要低。立法院的围墙啊，它已经都很老旧，那围墙内部啊都有那个植栽的树，那原本在旧的就有一个拦树的一个铁网。那已经年久失修了，所以在去年以来就一直有人跟我们反映说，希望去维修加固，让那个树的势有点拦护的效果。绿营会质疑立院想防青鸟闯进去，也是因为蓝白先前闯关3大法案，青鸟各路齐发，想攻进立院。而休会之前，选罢法加1门槛，17号过冷冻期就能表决。公教年金停砍案也可能这会期拼3读，青鸟很可能为此回来立院。有意。
我认为啦，我个人是认为这个立法院它加高这个围墙的话，其实因为立法院的公务上，它的各种各样行政的这些事务，我觉得大家就是尊重立法院。但我特别想讲，就是这个青岛东路。有人要抵制大陆的地名，要绕过才能抗中保台。那我想问一下，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在哪一条路上？北平路、东路。对啊，那设在那边是什么？摆明要投共了吗？北平不就是北京，就是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所在？那我想问一下，民进党，你中央党部是不是应该改一下？可以改到台中嘛？有台湾大道嘛？应该要去这边展现你们的台湾价值啊！所以炒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那我想再次说的是，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就是1月11号我们这个活动啦。我认为，当然很多的小草出来，很多的党公职人员、民众党党公职人员出来，是希望第一个要支持柯文哲的，为他捍卫清白。但是这个活动它更大的主题，是因为我们发现，在过去柯文哲整个案件当中，我们的司法体系真的生病了。第一个，司法的检调的办案过程中，第一件的，他们必须得遵守的原则是。侦查不公开是程序正义，但是从头到尾就是侦查大公开。第二个是无罪推定，从头到尾就是有罪推定。各位朋友，其实柯文哲今天发生的事情，明天有可能发生在任何的政治人物、媒体人物，甚至是平民百姓身上。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司法，希望司法有自己的独立性，有它的司法正义的话，我们是认为任何的人想要来一起共襄盛举，一起来捍卫我们台湾的民主法治的话，我们都欢迎。不，基本上很重要一点的，就是你检察官起诉之后讲，你就应该证据确凿了。交给法院去审判，这显然你不够嘛，不够你叫法院继续压人，再继续去搜证，等于是这个样子，不可以这样子啊！你检察官起诉照理讲就应该你，而且具体求刑，表示你证据都非常确凿了嘛。哦，那法院还帮他继续去压人，继续要去查这个证据，不是很奇怪吗？来，嘉宇。我觉得立法院是民意的最高机关，所以照理说应该是开大门走大路。今天把这个围栏加高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立法院汇集民意是于事无补，而且反而会让人民反感。那大家如果想想，南韩之前尹锡悦宣布戒严，半夜那个80、90岁的立法委员还翻墙进去，那如果发生在台湾，是立法委员想要翻墙还翻不进去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围栏加高，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意义，其实实质上可能最后阻挡的是自己，而不是这些民意。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韩国瑜上任之后啊，他把立法院很多这些老旧的设备啊，他都去把它调整，包括那个电梯啦，等等啦，那所以其实。立法院周边的那个树木是真的长得还蛮茂盛的。那我觉得总务处说他们是希望加了这个铁丝之后，那这个树再经过修剪，可能不会就是比较长出来。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啦。不过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这张照片，这是那个蔡英文在这个年改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旁边你看一下那个巨马到什么程度？超多的，那是围得密密麻麻，一层又一层了哈，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用去多想了。重要的是执政者应该要怎么执政，让我们台湾能够经济更好，然后大家更和谐，而不是这样互相仇视跟恶斗。民进党这一次呢，他其实在立法院要讨论那所谓的他们口中所谓的那3恶法的时候呢，柯建铭呢一度呢他们是要放这些青鸟进去的哈，还好并没有让他们这样的企图呢成真。否则的话呢，对于应该是用论述来去说服大家的立法院的战场，现在变成呢是民进党呢挟持着他的这种少数的霸权，他是以少数霸权结合外在的这个民粹力量，要推翻一个多数的民意。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激荡的情形之下呢，对于未来的台湾的这种立法品质，还有政治上的气氛，其实一点都不能乐观今年才刚开始今天才9号现在就摆出了这样子剑拔弩张的这个气势，今年看起来呢，接下来的发展呢，不会有任何的成绩。民进兄。这个围墙再高，确实挡不住民心了。而且立法院最多是韩国瑜嘛，高处不胜寒，围墙不弄得高不重要。赖清德不是川普啦，如果在青岛真的进去的话，我不认为最后特赦1000多个人都没有罪，没有这回事。今非昔比，我觉得还是回归法治，法治社会就法治来做处理啊。大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因为立法委员是民选的，所以立法院人就可以冲进去。美国国会，你看冲到现在抓了多少人？对啊，而且很多人都上千人都关起来，所以国会也不能随便去冲进去，怎么可以呢？来，余方兄，青鸟要避开大陆陆民的这些路我